Hello， 大家好，我是鸟师。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收到一封信件。我经营中央级 YouTube 频道将近10年了，这一刻我才知道，频道不属于我的。现在我要把创立始末跟粉丝交代清楚。2016 9月18日，我在 YouTube 亲自注册了频道。重量级 Crown 之后就开始跟佳宁共同经营这个频道。那时我才21岁，什么都不懂，是个刚出社会的小毛头。我们只想要把自己认为好玩有趣的创意，用一只手机拍摄起来，开心的分享在社群媒体上面。刚开始都没有人看，但后来拍摄情侣整人影片后，渐渐的观看率和订阅率不断的往上升，也开始接商业之路及业配。这时款项都是进入我和佳宁的银行户头，我们各自管理自己的银行账户。但随着商业之路变多，又同时维持频道更新，我们实在负荷不过来。所以2017 11月之前，我就把银行账本及个人硬件交给了佳宁的母亲曾淑慧，以下我都会简称为张妈妈，来协助我们和厂商之间的金流核对。不过给了她管理很长一段时间后，业配收入开始变多了，就有税务问题需要处理，所以我再次委托了张妈妈，在2018年8月14号。开立了群海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张妈妈本身有开一家公司，有管理会计、税务相关经验，也想说张妈妈也可能是我未来的岳母，希望她能够帮助我们团队公司化，所以我将最大的信任全部交给了她。但后来陆续发生了几件让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第一，股权分配。说实在的，在我21岁时，对经营一家公司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当时他给了我一份公司股份分配合约，我连什么是股权跟股份我都不清楚。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股权分配是张妈妈，也就是曾淑慧占50%，张佳宁占25%，我王崇瑞占25%，张爸爸也就是张国荣担任公司监察人。张妈妈当时跟我说，她会把公司负责管理好，要我不用担心，她会分配好，也会做财务规划，所以她提议要担任公司的负责人兼会计。当时我也基于是女朋友的母亲，也就信任傻傻的签约了。没错，我承认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只顾傻傻拍片经营频道，没有好好去了解，这是我的疏失。第二，其实我10年来只领到每个月固定薪资和额外的微薄奖金。从2018年开始，前7个月我只领每个月3万元的薪水。2019年7月开始到去年10月，每个月只领5万5的薪水，还有每年度很微薄的奖金。第三，这10年来我都没办法看公司的账目，一直以来我都保持着信任的态度。说实在的，一个月5万5的薪水，我要缴房租、生活开销，其实都非常吃紧。更不用说要给孝心费了。所以我爸妈也一直问我，你做 YouTuber 那么久，这些年来的收入应该可以自己买一间房子或买一辆车子了吧？所以呢，2020年开始，我就多次口头询问张妈妈说，我要看账目。我也委托过佳宁去跟张妈妈好好谈，但每一次都没有结果。自始至终，我只想要了解我们的钱跑去哪里了，想知道公司所有收入的结余状况是怎么样。你想一想哦，频道是我跟佳宁经营的，我是股东。我也是频道的经营者，我有权看账目吧。但是张妈妈一直用各种理由推脱，每次都敷衍说已经在算了，已经在算了，已经在算了。分手后我也十分难过，很多网友说为何我一直住在这个小套房里？说实在的，因为我身上真的没有钱。官宣分手后，我就被断金源了，当时我也只能搬回1个月6000块的套房，就连电脑都不给我拿回去。你们能够想象吗？这几个月我剪片的笔电都是跟朋友借的，我唯一剩下的就是一台旧的相机。我努力撑着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个期间，我也一直在询问张妈妈，公司的账目何时要清算。张妈妈同样的手法在处理了，但是分手后却开始发生一连串荒谬的事情。第四，我在2024年11月的某一天，重量级 Crown 及重量级放生火的2个 YouTube 频道，以及有70几万粉丝的 Instagram、100多万粉丝的 TikTok， 我就再也登不进去了。我辛苦经营10年的 YouTube 频道，超过8亿的点击与社群，一夕之间都没有了控制权。第五，我被革除董事一职。2024年11月13日这一天，我收到一个通知，也就是这10年来第一次开股东会。我一直很期待是不是要进行结算财务了，我终于可以拿回我所赚的钱了吧？但是当天张妈妈只跟我说账目还在结清中，我依旧没有看到自己的账目。让我更傻眼的事情来了，张妈妈直接狠心的跟我说，你们既然已经分手了，你对公司没有贡献了，
你只占公司的25%，所以我本人和张嘉宁共同决议把你移除董事职位。你知道吗？我当下真的非常的难过，因为嘉宁在旁边完全没有说任何一句话，甚至当下张妈妈还要我签股权转让书，我钱都还没拿到，她还要我把股权转给她本人。不仅如此，我还要再签一份保密合约，因为他要求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有关于公司和重量级的运营机密。我当下真的很震惊，频道是我辛辛苦苦经营10年，好不容易累积下来的成绩，当下说切割就切割，完全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工具人。没想到分手后，这家人变那么无情。第6，我鼓起勇气发起了纯正信函，我得到一个更荒谬的答案。今年2月10号。我终于委托林哲健律师发出了纯正信函，希望张妈妈能够提供全海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的账册。我要查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结果得到了更晴天霹雳的答案。大家看，就是这张回函。第一，里面的内容清楚地写着，张妈妈说她是借用王崇瑞的名义，由王崇瑞帮她挂名为群海公司的股东，意思就是说我的名字是借名登记的。第二，还说本人曾淑慧发函向王崇瑞终止借用其名义为群海公司股东，请王崇瑞在5日内配合办理股权移转登记，就是要我把股份还给他。第三， YouTube 频道重量级及重量级放生活频道有提供王崇瑞劳务薪资与奖金等，没有任何共同经营或分红等约定，等于说我只是一个员工。更扯的是，我发这个函要求结清双方财务关系，说我这样是恐吓。我看了真的是满头问号。在之前发生的种种状况，是谁在恐吓谁啊？所有控制权都在你们手里耶！我查账就是恐吓，而且股东会上，张妈妈跟我说，如果我把公司机密或公司的财务状况说出去，我是可以告你的。这句话张妈妈起码说超过10次以上，我真的很不懂你们的意思耶，请你们这家人出来好好解释吧。我直接从股东身份突然变成员工耶，当初开了重量级频道快2年，陆续有业配收入。我为何还需要你们出资来开公司呢？合理来说，是我跟你借你曾淑慧的名字来登记负责人吧？怎么现在全部倒过来了呢？也请你拿出证据来吧。第7，我持续追查商标的部分，我更发现了重量级频道是我在2016所创立的，但是在2020年4月1号，张妈妈也就是曾淑慧就以个人名义向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申请重量级这3个字的商标注册，注册种类包含了35类广告宣传及线上贩售商品等等，41类表演相关类型，38类电信与电视、网络、电台、广播等等。他把重量级有可能涉及的业务范围几乎全部都申请了。如果他以负责人的心态帮忙注册商标，应该是用群海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来申请吧，或是用我或嘉宁的名字吧？怎么会是用他个人名义申请呢？他的计划开始的时候真的很早。不过大家注意一点啊。这个时间点就是我开始提出要查账的时候。第8，还有一个我很大的疑问，我们比赛的车子，你们还记得吗？我跟嘉宁一起参加一个 YouTube 比赛的活动，拍摄了一个影片，集结了我跟嘉宁的创意以及粉丝观众的应援，好不容易赢得了比赛，获得了一台价值100万的休旅汽车。没想到最后连车子的登记人也不是我的，是谁的？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没关系，如果账目都没有问题的话，车子就当我送给你们一家人吧，我送你心甘情愿。毕竟你们一家人对我付出也非常多，包括连经纪人窗口都是嘉宁的妹妹，我觉得一起照顾都没有关系。我给大家整理事件的时间轴，从2020年开始就发现所有事情开始不对了，直到2024年10月官宣分手之后，就开始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其实我的心情一直处于相当的内耗，我要的只是一件事，查清楚账目的真相。最后，其实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家人。自己省吃俭用，还要负担房租，连买一间房都是奢望。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亲哥哥，帮我补足了孝亲费，也愿意在分手的这段期间借钱给我度过这段日子。虽然我开启了自己的频道，开始了有微薄收入，但是我努力那么久，结果连我自己的爸妈都没有养到。过去当我爸妈提出公司财务清算了没，我还不断说服我的家人
要信任你们一家人。我还因为这件事情跟我家人大吵一架，气到我妈破口大骂说我是不孝子。之后我们冷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无缘的岳母啊，在社会上以和为贵是你告诉我的，但是非对错你总要分清楚吧。说真的，直到现在我还一直不断的告诉自己，要对你们一家人充满感谢。不过我想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是，这10年来总共公司的营收有多少金额？我没办法跟大家说很精确的数字，毕竟我连公司实际财务报表我都没看过。但是我能说的是，一个100万 YouTuber 一年平均赚到8位数也算合理吧。但总不可能一个月只发我5万多的薪水和微薄的年终奖金就想打发我吧？现在被你们全家一脚踢开，没有了钱，也没有经营10年的频道，商标也老早被注册走了。我现在只想争取我辛苦赚来的钱就好，因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失去我对人性的信赖。最后我要强调，以上我说的都是有凭有据，我只希望好聚好散，大家解释清楚，把财务分清楚。